本期拆装一台赛550发动机啊，对，装机视频在末尾。而且修这个发动机用的配件比较扎心，又有点搞笑，所以建议大家看到底。看一下它的离合，离合没问题，是长形离合。因为之前拆过赛550S 的发动机，那台发动机在这台发动机的基础上就是调教不一样，然后呢曲轴瓦做了升级，看看也是双错齿。这样来看，前年给我拆那台赛550S 发动机跟这个赛550的车主的发动机用料没任何区别，轴承也是8环的，所以前年没有给我特供机，这个大家放心吧。这台发动机是什么问题呢？它是异响，特别是回油门的时候声音更大，而且有不少赛550和赛600的车主都会出现这样问题。这样的问题已经遇到很多了，也修了很多了。那具体什么原因呢？这个视频会直观的告诉你们是什么原因，然后还会搞笑的告诉你它是怎么修好的。当初啊，这个赛550它出来就是为了打春风的450的，气门没事儿。这个事儿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春风发布450以后，前年就赶忙发了这个赛550，但是发动机的用料方面跟春风450区别倒是挺大的。春风450是电镀陶瓷钢，它这个是铸铁钢。其实啊，如果前年不是急着出这个赛550的话，他们的赛450才是春风450的竞争产品。毕竟啊，你拿大人家100的排量去跟人家比，某种程度上人家已经赢了。我个人认为，这赛550还没赛450做得好。这赛450对于前年来说，毕竟属于新的发动机平台。好，看一下它的曲轴瓦，有不少赛550和赛600回油门异响的，只要一拆开，全部都是这种曲轴瓦异常磨损。你们看，都漏铜了。这辆车呢还不到1万公里，因为没在售后保养，所以说拒保。看看它的连杆瓦，连杆瓦是没什么问题。没有磨损也没有漏铜，我用的是日本大同的瓦片，因为连杆瓦的工作环境比曲轴瓦工作环境要恶劣，所以连杆瓦一般用的比较好。看一下啊，它是270度曲轴，因为当时春风450也是270度曲轴，它就是用来对标这个春风450的。不得不说，前年的研发可真快，270度说出就出。它的轴承搭配呢，跟我之前拆的赛550S 的轴承是一样的，都是台湾省的 TPI 轴承，加上8环的轴承。石龟链呢也是正合的，这个忘记拍了。好，曲轴也没拉伤，看看上一半箱体的曲轴瓦也磨损漏铜了，但是没有下箱体的严重。修了那么多的赛600，还有这个部分550，我总结一下啊，像这个瓦片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牌子的，但凡是550和赛600，只要是用上了那批一个钩带一个圈的这种标志的曲轴瓦，它就很容易出现这样问题。就是这种标，大家仔细看一下啊。但是你们看他们家的502就没这个问题。上次拆的赛550S 的话，就等于是换回了502的曲轴瓦，祥生贝克的瓦。然后我修赛550怎么修呢？就是给他们用春风的瓦片，因为再用这种瓦片的话，我估计几千公里它还会响，所以说我就把春风的瓦片给它用上了，或者用502的瓦片，或者是赛550S 的瓦片都行。所以我家里这个春风瓦片啊是一包一包的。你以为只是给春风用吗？哦不，我也给钱江的用。看一下活塞，这个活塞跟我之前拆的赛550S 的活塞是一样的，一个轻量化的设计，但不是锻造的。活塞呢没有什么磨损，可以正常使用，钢也就不用看了。来，超声波清洗干净，装上春风650的曲轴瓦，也不能说是春风的吧，是祥生贝克的瓦片，前年的502也在用，所以我搞不懂，你说这个瓦片用好好的，前年在赛550和赛600的时候怎么把它给换了呢？这一换出问题了，遭罪的不是车主吗？好在赛550S 又换回来了。赛600的瓦片呢，跟之前黄龙600的也是不一样，所以修赛600就换龙6的用。好了，准备上着车视频，应该把异响录出来给大家听一听的，但是忘记了，直接上修好后的视频吧。